手铐根本铐不住这个男人，甚至当着警察的面，他开始用力掰自己的拇指。随着拇指的应声折断，手铐也被轻而易举地拿下。他再用力一伸，手掌便恢复如初。其实男人能力还不止于此，他还能看到另一个人的视野，而那个人正是多起凶杀案的凶手。但因他多次出现在案发现场，最终被警方以嫌疑人的身份逮捕。如今他已向老探长展示了自己的能力，不过这依旧无法洗清他的嫌疑。没办法，为了阻止凶手再次行凶，他现在必须逃离这里。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的逃脱方法竟是从6楼一跃而下。但一切都晚了，男人早已四四方方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不过仅过了几秒钟，四散的液体竟突然开始跳跃，随后从头部伸出数只触手，液体也开始迅速回落。最终在触手的帮助下，男人不但一跃而起，所有的液体也被尽数回收。这一幕让老探长彻底目瞪口呆，但现在还不是发呆的时候，因为男人已开始踉跄地向外跑去。不过探长还需从6楼爬下，所以等他赶到楼下时，男人早已没了踪影。男人这边也没闲着，刚回到住处便开始制作大量燃烧瓶，因为距凶手下一次作案还有不到1天的时间。既然无法用正当手段阻止凶手，那么他只能化身纵火犯，逼所有的小学停课。毕竟凶手的目标只是小学生。结果证明他的操作十分有用，市长当晚便下达通知，要求全市小学停课。不过还没等他高兴多久，右眼又突然刺痛起来。这次的事也竟是手机输入界面，甚至还出现一个电话号码，让小吴打给自己。但小吴也不是傻子，当即利用网络的虚拟电话完成了2人的第一次通话。这个称呼当场便让他口吐芬芳。凶手也不怒反笑，称他成功阻止了自己的狩猎，那么下一个猎物将是他最在乎的人。不过这种威胁压根没用，因为他无父无母无朋友，根本就没有在乎的人。折腾了一晚，小五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家中。小崔早已在此等候多时，但面对这个多次助自己脱困的女孩，小五不想连累她，当即便下达了逐客令。谁知对方却反让他去自己家躲几天。不过让小五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崔家竟然是个废弃的电影院。女孩的神秘已让小五十分警惕，当场便要离开这里。没办法，小崔只能摸出水果刀丢给他，然后解开自己的领口，让小五亲自验证他的身份。这种一不小心就会要命的行为，谁会轻易尝试？但小崔却仅用一句话，便让电影院的气氛瞬间变得温暖起来。最终在小崔的帮扶下，一道划痕出现在柔嫩的肌肤上，但还没等小五开始后悔，淌出的液体突然开始上下翻腾，最后划痕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迅速愈合。这种自愈能力让小五从小便被当成怪物，如今终于有人拥有同样的能力，而且还是个异性。小崔率先划破手掌，小五也紧随其后，然后2人掌心相对，完成了他们这个物种的第一次连结。最后在触手的拉扯下，2人的手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不过此刻凶手也没闲着，他打扮成小五的模样，先后袭击了一个作曲家和歌唱家，并正大光明地将作曲家当街掳走。第2天，正在沉睡的小五突然被眼睛的刺痛疼醒，紧接着他便看到了3个女孩的画像。凶手又将画像一分为2，露出了后面遍体鳞伤的作曲家。